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活动专访人Ian。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可以邀请到 Cortex 来到我们的专访现场，对我们的一些 Q&A 的问题提出一些解答。那我们就有请Cortex CEO 子琪。好，那在我们进行专访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社区的小伙伴们说几句话，就是关于上次我们其实有办在我们 Byzantine 有办一个 Byzantine 的一个 Cortex 的 Meetup。那在这个 Meetup 当中，可能当初子琪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是因为他平常忙碌在这个 coding 上面，所以呢，当时的身体不适，所以无法前来。那不过这一次呢 ，Cortex 也展现出他们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诚意。那 Cortex 呢 CEO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做专访。那在我们开始专访之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讲 Cortex， 就是说明一下什么是人工智慧？目前最广泛的运用是什么？好，那人工智慧其实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也是最近这些年比较火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故事呢，它不是一个新故事，它实际上最早从60、70年代开始就火过第一波，80年代又火了一波。阿兰·图灵他的目标也是想让计算机能够像人类一样聪明，这个是所有做计算机的人的一个终极梦想，就是能够这个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图灵测试就是说你跟机器来进行问答，你这个提问者根本分别不出来这个回答是来自于人类还是机器，把人类完全混淆了。那最开始呢，有些符号学派，他们用符号学派的这种计算，还有逻辑学派这个。当然它都是基于这种规则集的，就是如果你们写过程序的话，你会发现里边有很多 if else， 就是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怎么样，那么我去执行什么。那这是这种老的这一套的就是人工智能。那这个从大概是80年代末开始，那这些学者呢开始呢就运用到统计学上的一些知识，基于数据来得出这个推论，而这些规则集全是动态的通过数据来进行拟合。那为什么10年之后，这个在机器学习这一块就变成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领头羊了呢？实际上是由于这个最新的这种计算设备显卡，它能够让这种非常复杂这个消耗很多能量的这种计算能够变得可行，能够大规模并行化。这样的话，我们用数值的东西，数值算法去模拟，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非常接近于人，甚至在某些领域能够击败于人类的这种算法的结果这就是大概的这个演变的这么一个历史和过程好，了解，谢谢。那我们也想要知道，就现在其实有很多区块链的项目都还在很初阶的阶段，就是在还没有解决基本的这些无论是扩容性甚至跨链，甚至延展性。那现在真的是很适合可以将区块链跟 AI 做结合吗？那这真的是有效益的吗？实际上是这样，正如我们这个白皮书的这个abstract， 也就是这个摘要里面写的以太坊或者智能合约现在已经有一些应用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 dApps 在跑。那么接下来呢，有很多团队呢会去做扩容有的团队可能做得出来，有的团队做不出来，但我们坚信世界上那么多聪明的团队在做扩容这个事儿，应该能够做成。那我们不去挤那一条赛道，那个赛道现在已经很拥挤了。我们呢是说，在扩容的前提下，就是说能不能提前引入人工智能的计算，给每一个节点来做一些人工智能的计算。这个其实相对于这个传统来讲，就是对以太坊的智能合约从计算这个事儿上来提升它的能力，而扩容那个是更多的是网络和处理性能，所以是两个方向。是好，那依照目前的阶段来看呢，智能合约就是最被广泛运用在是 ICO 上面。那 Cortex 未来主网上线之后，是能够将这个智能合约与结合这个机器学习，那会有怎样的发展跟运用？好，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想提供的呢是这种计算的 infrastructure， 也就是计算的这种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相当于能有些老的这种用户还记得当年我们用 DOS 之后逐步过渡到 Windows， 实际上一开始那个计算能力是不行的，支持不了图形界面的计算。那
这里面的这些你相应的这些图形的库啊，这种 Window 的这种东西啊也没有做好。那我们等于呢是在这个里面下功夫，把这个东西呢提前做出来，还是专注于计算啊。那具体到你这个问题是，不好意思，就是具体在抱歉，这问题具体是在说，那 AI 是真的有办法帮助到区块链吗？还是区块链帮助到 AI？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这样，我们的定位还是说给区块链的计算去完善功能，增加 AI 的功能。因为现在的区块链智能合约里面，它只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它没法真正的执行具有 AI 的这些程序。因为以太坊的故事是世界计算机，也叫 World Computer， 而 World Computer 现在非常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处理能力只是一台笔记本。你不能说一个 World Computer 的处理能力只是一台笔记本，甚至是没有显卡的笔记本，有显卡你也不知道怎么用的笔记本。那我们至少能够把这个 World Computer 这个处理能力再往上提升一块。对，牵扯到人工智能的计算 ，CPU 就是算不了的，我们给它放到显卡上去。了解啊，好。那你可以大概说明一下 Cortex 目前的 roadmap 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吗？我的 roadmap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白皮书上写的应该是我们18年的 Q1 我们先 listing， 那我们 listing 完了之后，应该有 Q3， 可能是就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testnet 这个 mining 这一块给做出来，是，就是先能够在 testnet 来做 mining。因为我们 mining 选的还是传统的一些这个，哈希函数的一个组合，还有像 cuckoo-cycle 这种比较难被 ASIC 来破解掉，或者说被 hack 掉这种算法。那之后19年呢年初的时候，应该这个虚拟机就做好，我们会出这个测试网，最后我们再 audit 一下，可能是在这个 Q2 的时候。那主网就可以上线，大家就可以挖矿，是，基本上是这样。好，那可以用就是举例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是 Cortex 跟其他公链的差异在哪吗？那就像是以太坊它就像是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搭载很多 dApps。那在未来 Cortex 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好比像云吸猫这一种，它在这个Cortex 上面的进行模式会变成怎样？是更生动有趣吗？还是它会更如大家所在详述的智能合约更智能这件事情？我们的着力点是让智能合约更智能，能做这个更复杂的计算。但是基于这套东西，最后能做出什么样的这种花样的程序来，这个我们现在也无法预测。这个就像当初把 iOS 做好的时候，可能苹果公司也就提供一个计算器、一个天气预报这种最简单的 APP， 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 fancy 的计算这都不知道。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手机上又加了个人脸识别，它又会有一些新的玩意儿出来。是那这个东西是依赖于社区和开发者来去往前提升。那说回来，刚才你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跟别的公链有什么区别？这区别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在这个给公链，你可以说算是给它的计算能力打一个补丁或者增加一个催化剂这么一个模式。但是呢，我其实更想谈的就是说我们跟别的这个 AI 和 blockchain 的这个项目有什么区别？这点我可以多阐述一点，是因为那个就是作为投资者嘛，他可能是比如说扩容，他要去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 portfolio 这种项目，之后 AI 跟链这块现在也有一些项目，大家可能也要去选一些。是那这块呢，实际上是有大的这么几个方向，有的项目呢，它在链上做训练，这个东西我们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认为是不太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机器学习的训练是做这个随机梯度下降，最后来找到一个最优解。那这个东西呢，它是对称的，而哈希这个东西呢，做哈希就挖矿这套东西呢，它是非对称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了好多工作，你把结果扔给我，我一下就验证。我不管你那边做多少工作，你可能算了很久，
而我根据这个结果，我就能逆推你做了多少工作。这个逆推的过程来估算你做了多少工作，这个数量是非常准确的，从概率上来讲是非常准确的。那一台矿机就是一台矿机，2台一定是一台的2倍，在固定的时间之内，那一定得是严格的。那这个随机梯度下降这个事儿呢，它不是这样的。你把它精度从97.8提高到98和98提高到98.2，那可能完全成指数级的工作量，而且每个问题也不一样，规模呀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计算就是即便你计算出来了，你把结果扔给我，我怎么验算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呢？我还得算一遍，我把你的事儿得算一遍，我能算你到底耗费了多少算力，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不成立的，是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就后来就把这个事儿呢，可能后期在我们的项目实验室里面会作为联盟链的这种东西去做啊。我知道有些项目它会讲什么一些抽样啊、随机的，但这种东西抽样和随机不是100%保证这个 POW 和贡献度的这种模式，我们不是特别喜欢。那另外呢，就说我们这个跟这些东西的不一样，我们非常着重在推断共识，使这个你训练出来的模型达到推断共识这个级别上的一个全网的一个统一来往前走，这个更有意义。为什么呢？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角度来讲，那个训练基本上是开发者干的事情，而这个推断，你用这个模型去对每一个事物去做结论，这个事情呢，这个市场应用率可能是10倍于这个训练，啊，所以我们着力在那个更大的市场，使这个推断达到共识，就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能会发生。那说回来了，这个话题可能说得远一点，你刚才说的云吸猫，是那现在的云吸猫它实际上还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规则，你一代猫怎么去繁衍下一代猫，啊，而且这个东西是完全虚拟的。但是在 AI 这块呢，它的强项是什么呢？它的强项是跟这个真实世界的进行交互。比如说你真的猫，你想把它弄成哪一代，那边还有一个别人的猫也在这个链上，它们2只猫的结合，如果去繁衍，它会生出什么样的猫？真的啊，你真的给你家那个猫拍一张照片，这个东西可能通过像素，通过这个什么的计算，最后出来的结果跟现在的玩法完全不一样。是，而且它的条件会受非常大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控制。这种控制是基于算法、基于模型的，模型是公开的，但是你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会进来什么样的数据，你的猫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假设你养一只真的猫也是这样，你把它抱回来，小猫都差不多嘛，但最后每个猫的脾气可能还不一样，对吧？因为它这个成长的路线它是不一样的，它受到的这种反馈环境是不一样的。那牵扯到这种的计算，这种计算规模，以太坊目前它是做不了，而且跟真实世界的交互，它都是这个目前智能合约的一个弱项，因为它牵扯到计算量太大，啊，基本上可以概括到这个地步吧。了解，好，谢谢。那还有一个是，现在许多项目就是结合是将 AI 跟区块链做结合，但是 AI 却是 Cortex 却是像 AI 结合智能合约。那这个构思上是其实很新奇、很原创的。那这是怎么来的？那它的跟其他的差异性是在哪里？这个差异性咱们就说回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宗旨呢，实际上还是给区块链的计算，给它打一个补丁，你可以说打一个补丁。那其实你要换一个结论，也可以说当年的 Windows 是给 DOS 打一个图形化界面的补丁，因为每一条你 Windows 用窗口操作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 Macintosh， 你都可以用命令行来操作，但是命令行它不友好，对吧？那人类需要这种图形化界面，啊，那我们这个呢也是，就是加上这种我们需要的计算，啊，实际上是这样。其实后期还会有很多，可能是 AI 在边缘计算上的应用。边缘计算就是我们这种移动端设备，最新的比如说这个苹果的手机，它这个人脸解锁，我们上一代我们记得是指纹解锁，再往前就是密码。那个密码解锁啊，就相当于现在的智能合约，你按那几个数字进去 ，CPU 一下就给你算出来。指纹解锁它就有专门这个 sensor， 应该也是用的 CPU， 就是这个6代还是这个7代，它这个 CPU。那现在到了这个苹果10了，它这个扫你这个人脸，它有深度信息，这个东西 CPU 算不了了。所以说你看最新的苹果10，它的芯片是有一块 FPGA， 这个东西是专门做人脸识别。因为你这一识别，
整个这个图像下来，包括深度，你这里边是海量的数据，它每一个像素都要算，最后算是不是你的脸打开。那我们实际上相当于在这个级别上给它加这个功能，就这个智能合约的计算要达到这个复杂度，我们要给它提到这个复杂度的水平上来。那这时候就要专门的芯片和专门的程序，这个程序就不是在 CPU 上跑了，啊，这个像这个苹果这个解锁这个就不在 CPU 上，我们是着力点是在这块，就边缘计算啊和 AI 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共识，啊是在这点，还有就是我们不会去碰之前的就是 training， 就是数据训练，在链上的数据训练，这个我们不会碰，就之前我提到。了解，哇，好细心、好仔细的回答。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你可不可以讲讲，就是你对 Cortex 的这个前景，还有你的期望，甚至可以透露一些有关于 Cortex 的小消息？我们前景，我们目前呢，项目其实还是在开发，还是应该着力于把自己承诺给社区上面的东西给实现，而不是像很多项目那种叫做 over promise 啊这种过度承诺。我们还是要把东西一步一步实现。之后出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会像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 iOS 做几个样例的 APP， 我们会做几个样例的 APP， 同时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开发者社区里面吸引更多的开发者来开发这种 AI 的 DApps。我们的社区里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学者，他们主要是算是大中华地区吧，有港台，有中国大陆，他们基本上是贡献了华人世界里面在机器学习领域里面一半的论文是非常严肃的，不是那种那种商业的东西，是非常严肃的。那我们吸引这些人，可能是他们实验室的人，或者说从这个学术界毕业的人，或者出来想做商业开发的人，来做一些有意思的应用的开发。那有意思的事情呢，我们长远来讲呢，做的一些计算呢，整个 Cortex 这条链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设施，为以后的这个生物信息计算也是打造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假设你的这个类似基因这种东西，这种数据能够放到链上的话，如果能有一些这种计算，可能会变得非常有趣。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可能现在的这个，咱们就举一个大家都熟悉，比如相亲网站，大家会去看照片，会去比较什么你有什么爱好，有没有可能通过基因的相似度来进行相亲？有这个可能的，通过智能合约这个只是我开一个脑洞，随便提一个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以后要打造的一个基础设施吧。另外那个你说的就是说短期的一些小项目，我们可能给社区里会公开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现在有很多 ICO 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方呢很想知道投资者投完这个钱拿到这个代币之后怎么去进行运作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公开的，在链上面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把这套东西给挖掘出来，用机器学习算法甚至去预测一些东西去扫描一些微博呀，或者说这种什么 Twitter 上面的这种，比如说币价跌了，恐慌指数这种东西，直接反映到这个智能合约里这个东西可能目前还没有人做，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先会做一个中心化的一个应用给大家用一用，这是短期的一个小目标，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谢谢子琪。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还是台湾的社区的支持者们说些话？感谢大家的支持吧。这个项目从这个理解起来就是理解这个项目呢，可能难度确实比较高，因为它跨了2个领域，一个是这个深度学习，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一个是区块链。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对这个 AI 和区块链的结合看好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做一些这些方面的这个研究之后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我们这个社区呢我们团队肯定是社区优先，会从社区里听很多反馈和意见
着力在落实，把大家希望有的这种 feature 这种功能逐步做出来啊，即便主网上线之后也会逐步做出来。是。另外也感谢那个比暂停的邀请，这次专访。好，谢谢你行，谢谢。谢谢。行，谢谢。那其实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子琪，Cortex CEO 子琪来到我们现场，那为我们细心讲解的关于 Cortex 的一些运作方式，以及也针对了我们的这个 QA 呢，来做一些更仔细的回答。那相信各位社区伙伴们应该对 Cortex 是更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如果还有不了解的地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Cortex 的他们的无论是 Telegram 还是微信群，甚至在台湾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社群上都可以做出提问。那我们也很高兴呢，可以看到 Cortex 他们现在项目方在开发上面的进度。对，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 Cortex 在未来上主往后的发展吧。谢谢大家。